欢迎您的到来一乐养生频道。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，请点击订阅并点赞，同时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您的支持对我是最大的鼓励。今天分享内容，我才50多岁，怎么就开始长白头发了呢？隔壁张阿姨的头发还乌黑亮丽的，李阿姨照住镜子，扒拉住头上的头发，试图用剪刀剪掉。乌黑啥呀？我上个月还看到她在理发店染头发。你就别折腾你那头发了。我之前看到网上说长白发的人更不易患癌，你长白发是好事呢？你可别忽悠我，我真的信了啊。在日常生活中，长白头发是一件十分常见的事，有些人会少年白头，但大多数人上了年纪后，头发也渐渐变白，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。但却有说法称长白头发的人不易患癌，有科学依据吗？一、长白头发的人不易患癌。别被忽悠了，网上流行说法称，哈佛教授研究发现，长白发的人患癌风险会降低，而长白发这种现象十分常见，但它真的与患癌几率有关吗？这个说法实际上是来自日本研究人员于2009年进行的一项小鼠实验结论。研究认为 DNA 损伤后，毛囊中的黑色素干细胞虽不会死亡，但会转变为成熟的黑色素细胞，进而不断产生黑色素。但它已经无法产生黑色素了，所以小鼠的毛发就会变灰色。而哈佛教授戴维·费希尔曾对其进行过解读，并不是研究者。哈佛教授戴维·费希尔认为 DNA 损伤后，黑色素干细胞如果没有转变成黑色素细胞，而是依旧以干细胞的形式存在，有癌化风险，而反之则可能降低癌症的发病风险。但注意，这比较的并不是黑头发的人和头发变白的人的患癌风险。另外，对于这个说法，北京肿瘤医院肾癌黑色素瘤内科副主任医师思路也解释道，导致白发的原因有很多，分先天白化病和后天精神紧张、营养不良、阳光照射不足等2大因素，与癌症的发病风险并没有什么关联。2. 白发长在哪，病就从哪出。正常情况下，随着年龄逐渐增长，我们毛囊当中的黑色素也会一步步衰亡，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，黑素细胞生成的黑色素会明显下跌，开始出现白发。到了50岁，有 50% 的亚洲人会长出白发，一般是从两侧鬓角开始，逐渐慢慢向头顶发展。但有说法称白发长在哪，鬓就从哪出，那长在前额、头顶、后脑勺以及两鬓的白发都暗示了什么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国际部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张先慧表示，从传统医学的角度看，头发过早发白多和个人脏腑功能失调有关。一、前额白发，脾虚。前额是足阳明胃经循行所过之处，当脾虚时，便容易出现白发、面色萎黄、食欲不振、大便稀溏等症状。2. 头顶、后脑勺白发，肾气不足。头顶是督脉、任脉行经所在，而任督二脉和肾脏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，当肾气不足时，就容易导致局部白发。3. 两鬓白发，肝郁。两鬓属于足少阳胆经，和肝胆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，当肝出现问题时，两鬓便容易出现白发，且多半有急躁易怒、口苦口干等不适。总之，不同的部位出现白发，诱发的原因也不同，调理方法也不同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出现白发的位置，针对性的调理，这样才可以看到更明显的效果。3. 白头发越来越多，可能是缺乏营养了。白发的发生与营养失衡也有一定的关系。那缺乏哪些营养素会导致白头发越来越多呢？头发变白是衰老过程中无法避开的一种现象，但除了正常的老年化，其他一些因素，如疾病、遗传、微量元素缺乏、吸烟、精神因素等，也可导致白发。以上因素导致的白发，因毛囊色素干细胞耗竭，从医学角度来看，基本不可逆。其中，营养素缺乏与白发之间关系十分密切，所以我们重点来讲一下营养素缺乏的问题。一般来说，头发变白和缺乏这几种营养有关。一、维他命 B 族，包括 B2、B3、B5，这些物质一旦缺乏，可影响黑色素的生成，就很容易出现白发。所以建议平时要注意补充维生素 B 族，促进细胞再生，可多吃奶类、蛋类、豆类、
绿叶蔬菜、肝脏等食物。2. 碘元素，这种营养素有促进毛发生长的作用，一旦缺乏，便会导致头发毛囊功能下降，从而更易出现白发。所以建议平时可以多吃一些碘含量丰富的食物，比如碘盐、紫菜、海带等。3. 微量元素铜、铁，这是合成黑色素的重要原料，一旦缺乏这些物质，便会新增头发中镍的含量，从而使头发变白。所以建议平时要注意补充铜、铁等微量元素，可多吃一些黑木耳、动物肝脏、芝麻、坚果等食物。另外，如果想要头发白得慢一点，日常应坚持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包括规律作息，尽量保持愉悦心情，合理饮食，戒烟，减少烫染，适当进行头部按摩等。白发产生的原因有很多，想要改善，得先找出具体的原因，针对性的调理才行。而对于网传的长白头发的人不易患癌这个说法，大家看看就算，不要当真，该做好的预防工作一样都不能少，这样才能减少癌症的发生。感谢观看，欢迎留言评论。